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子夜归首播，捉妖加甜宠，徐凯帅、田曦薇斗，这戏适合女青年。8月18日晚间，电视剧《子夜归》在腾讯视频5集上线。咱也是有超级会员的人，快速浏览完了上线的5集内容，简单聊几句。我认为这部电视剧属于甜宠加捉妖的模式，男主角徐凯负责帅气，女主角田曦薇负责逗乐子，这戏比较适合青年女性观众们。当然，该剧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在捉妖叙事上有点弱。好在该剧强在女推男上，单独的甜宠或者单独的捉妖，在商业剧作品当中已经司空见惯了。把这2个元素结合起来一起搞的，暂时不太多。所以，这部《子夜归》对于既定的女性观众而言，属于能看的作品。甜宠负责给女性观众们内心挠痒痒，而捉妖的部分则负责故事性和特效、打斗等等。女性观众也需要看一些打斗的内容，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咱们以往的女性剧作品，以为女性观众不喜欢看打斗，其实女性观众只是不喜欢看男性们看的那些血腥和暴力的打斗，她们喜欢看代表月亮消灭你式的打斗，也就是美美的打斗。这部《子夜归》显然是懂行的，给女性观众们提供了这些打斗内容，尤其是女主参与的那些打斗都是很漂亮的，不血腥，反倒是很能一看。捉妖的部分是为这部电视剧提供主要故事的部分。一部甜宠剧不能只剩下亲嘴嘴和说甜言蜜语，还需要男女主角有正经事儿做。所以《子夜归》当中就让男女主角都自带着捉妖的任务了。这和一些霸总甜宠剧当中霸总和女主需要打理上市公司是相同的路数。这个路数需要他提供吸引大家看的叙事走势。子夜归想要在捉妖上搞点悬疑，从而牵着观众走。但是这部电视剧的悬疑叙事能力很弱，我扫了5集的内容，其实没啥大悬疑，都是典型的一惊一乍的捉妖模式。好在既定的女性观众们在捉妖戏份上是没啥要求的，只要捉就行。其实咱们影视从业者都应该感谢女性观众，因为女性观众真的非常宽容，有个故事就行，不挑。女性观众们真正挑剔的是男主角的颜值。这部《子夜归》之所以能火，恰好是男主角徐凯足够帅气，而且徐凯不仅帅气，而且会通过一脸无辜的样子去演戏，从而实现干净感。这种干净是和中年油腻对应的。为什么女性观众们喜欢干干净净的男主呢？其实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这批老登台油腻了，把女同志们都恶心坏了。这一点，我代表中老年老登们道歉。徐凯提供帅气和相对不错的演技表现力，而田曦薇则提供一点逗。这部《子夜归》在女主人设上有一处好，那便是让女主有猫妖上身，所以很多动作当中有猫的影子，让女演员表演猫是较为容易的事情。我印象当中，表演系大2形体课上就有专门这么一项表演各种小动物的。有了这个猫妖的设定之后，田曦薇的表演轻车熟路。另外，女主角还需要向剧作提供逗的内容，田曦薇的实现也算不错。这部电视剧最大的逗就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女方主动，而男方相对被动，一部典型的女推男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迎合了当下青年女性们的心理诉求的。几十年前，广大的妇女们都是被动的，恋爱的时候也是被选择，不敢选择。经过几十年的妇女解放，大家伙终于扬眉吐气了，化被动为主动了。这类女主主动推倒男主的电视剧，妇女们当然会喜欢了。
一并，这部电视剧的服装、化妆和道具等等，都是高端婚纱影楼一般的。现在的古装偶像剧就需要按照高端婚纱影楼的样子拍摄。说白了，广大的妇女观众们就是要在这类电视剧作品当中获得恋爱的感觉。婚纱影楼的那些服化道是最浓缩着恋爱的感觉的。破衣烂衫的不是恋爱剧，俊男静女好衣服才有恋爱的氛围。基于此，对主线捉妖剧情没啥硬要求的女性观众可以入坑追剧了。如果不想看恋爱，只想看捉妖的，抱歉，这部《子夜归》无法满足这份需求，超纲了。